진승호 70주년 기념병인데 마셔보겠습니다. 생차를 너무 많이 마셔가지고 속이 별로 안 좋습니다. 배도 너무 고프고 밥 좀 먹으러 왔습니다. 이런 데는 밥 한 끼 진짜 싸겠네요. 傣族的本地的菜烧烤。哇，这是什么？烤肉吗？烤肉。奇怪，你敢吃吗？你不敢吃吗？不敢吃。鸡吗？那点一个，鸡肉。点一个，给他。点一个，这个给他。我想吃这个。这个也点给你，这个也点给你。然后那个最奇怪的也点给你。우와. 저 창장갑 봐. 니害怕不敢吃哦。 대익의 맹해차창을 한번 방문해보고 그냥 문화관에 가가지고 대익의 역사라던가 지금 그쪽이 어떻게 꾸며져 있는지 한번 다뤄보려고 합니다. 대익 박물관에 도착했습니다. 여기 들어오는데 무슨 그냥 하나의 마을이 있더라고요. 그게 맹해차창의 문이었는데 그 문 안에 들어오니까 이렇게 커다란 마을이 있고 대익 회사가 있습니다.结束了。那几点下班？明天8点钟过来。这个几点下班？6点下班。 이거 퇴근 노래인가 보다. 맞네. 대익 역사관인데. 네. 대익이 전 사람 보세요. 예. 대익의 역사, 大义的历史，不忘初心。哇，这个规模，怎么韩国没有？ 저희가 너무 늦게 와가지고 뭐 대익에 대한 설명이나 어떤 설비를 볼 수는 없게 됐는데 사실 이걸 다 읽어볼 힘도 없습니다. 공부를 해야 되는데. 와, 经典系列。他是代理老板啊。没有，我是厂长。啊，还没看厂长，对对。那你看呗，那就看一下呗。好。这里面因为是供奉我们的茶圣陆羽，写了全世界第一本茶叶专著《茶经》，所以进来需要脱鞋。我们也有茶道，我们也有茶道员，韩国那边也是有茶道员的。对。见到你很开心，我很尊重你。 와, 이게 대익에서 그동안 받았던 상들 이렇게 모아놓은 거고 가장 좋은 것만 모아놨다고 합니다. 那在这边最好的是什么？可以选吗？最好的一个级别，比如说这两个，两个？就是工人先锋号全国文明单位。你看93年我们就是500家最大的饮料制造商是93年，还有包括正前方这几个都是非常难得的。 就是左上角这3个，对。全国总工会。对，这个比较不容易的这个。全国中国500强饮料。茶也是饮料嘛。对。世界3大健康饮料之一。高新技术企业这个我们现在有177项专利。小的这个是省政府，云南省政府的质量奖，在云南省食品行业唯一有这个的只有我们代理。好，那你们公司的名称就是勐海茶业有限责任公司，然后大义就是你们的品牌，对，商标。这个证书主要是它的所有茶叶行业的专利，这个是别人不可以复制的。对。最早的话是83年。83年。对。 최종에参加比赛吧？一次都没参加，人家给我奖但是我能力不够不参加。全球最大的单体型工厂就是我们勐海茶厂，占地700多亩。我以前去过，这是我们的大业茶厅。就比较新式的一个茶饮新空间。就大城市的那个咖啡厅差不多的。也卖面包的嘛，卖面包，卖糕点，卖一杯一杯的茶饮料。你喜欢你좋아하는 게 다 있다。冰茶也有都有。这里很凉快的。这是
是我们的长茶阁。哦，那这里面就展示了从40年代就进厂的第一批产品。哎呀，这个我也拍一下，很难看到的。你不卖老茶，你拍这个，是这这样想干嘛？中老期的，就是70年代、80年代、90中老期的一些产品。所以这种茶市场里面很难。对对市场里面很难分辨它的真假这些老茶。对对，仿品也很多的。哇，可以拍照。可以的。这是真正的包装的各种全部都是真品在里面。大益商标是89年注册的。这一套是我们04年改制的时候第一套开张纪念品，这8片茶叶是完整的一套。所以我们就是按照每年的一个顺序进行展示的，每年生产的顺序。这样好了吗？更好了吗？对的，好，然后再来。哇，한시종 수교 기념병 2012년이죠. 지금부터 전시가 되어 있습니다. 真的很有意义的。以产品为主的，告诉人家这个历史。这个是最健康的饮料，它是。哇，这是饮料吗？对，最健康的饮料，它是不含糖的，就是配料是非常健康。茶饮料吗？甜吗？它的有淡淡的甜。明星产品大白菜。大白菜。这个全是最贵的葡萄大白菜。全部비싼 차들。大白菜这个影片好像02年、03年的那个时候。对，就是2000年到06年之间生产的。02年的那个，现在不好意思问，这个什么价？现在？大概就是这里面的茶，大概便宜的就9万块钱一片，贵的就是几十万一片，就是这个期间。一片的价就是。那我因为它当时的原料用的也比较好，都是以丹江地区为主的。对。这种包装很漂亮的，很现代。你们的风格变的呀，以前这么简单。对。这几年你们包装有点华丽的。对，就是从包装上面就开始赋予说是这个产品的文化。文化这么华丽好吗？都有，比如说我们产品体系有4个体系，有经典产品，就是我们传统的比较简单的数字茶，一些口粮茶，然后还有珍品系列、黄茶系列、传世系列，就是更除了说是就更赋予它的一个人文价值。对，比如说是我们像这种华丽的茶，可以选择来送礼，或者说是后期收藏。然后我们一些说是大众的一些口粮茶也是有的，就是延续一些经典的产品。就是揭露我们普洱茶和微生物的一个秘密。或者酱油，包括酒，这些都是发酵食品。我们普洱熟茶也是发酵食品，在发酵过程中什么都不添加，传统的只加水，是非常健康的饮料。因为网络上会有一些不太好的报道，说熟茶不好，不卫生，或者说不好的原料才做熟茶。那我们就想通过这样的一个科普普及的，让消费者能放心的喝一杯普洱熟茶。